这台是分光光度计，嘿，然后我们就是要把从 CTD 就是盐纹生仪采上来的水样，然后我们去测它里面的溶氧跟硒的含量。它可以同时抽水吗？没有，就是我们 CTD 的采水瓶，对，然后我们拿瓶子去接过来，对，然后我们再就是溶氧的试剂，然后还有硒的试剂放在里面，就是我们加了这些药之后，然后可能等一段时间让它呈现橙色，就是产生颜色，然后有了颜色之后，透过这台机器，我们就可以判断说这个它里面有光源，碰到这个里面有一个小的。就装在这里面吗？对，它就是会流进去。我们是从这边把海水送进去，然后它会从这边流进去，流到这边。哦，所以它就可以一直读取，不用一直更换。对，以前都好像都要更换。对，以前是要用更换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因为用了这个水桶，所以现在里面都是水，就像当鱼缸换水一样，透过虹吸，所以它就可以自己这样子换水完之后，然后再换一个新的水这样子。对，就是这边开了，这边就会吸进去了。然后流过这边，看它说它的光被吸收多少，然后这边就会有读数，然后从这个读数，然后我们再去反推它里面的浓度，对，好，这边做的就是大概是这样，这有方向，有方向，我要看一下，忘记了。白色对白色，黑色对。好。那所以这一台是专门做溶氧量？其实就是看照你这边输入想要测什么，你这边要做这边的不同的波长。就是它是针对特定的波长看那个波长的光，它被吸收了多少，这样子。对。那因为是这一个像这个化学硫化氢，它对这个是最明显的，算是灵敏的，最灵敏的，对，最灵敏的波长，就是它吸收值通常是最大，那当然也有可能不是最大，会因为每次反应的条件有差，只是就是经验法则会希望你取这个。当然，如果说可能它可能假使说这个东西是在680吸收最长，可是680有其他海水里面重要的东西。会影响到它，会影响到它，所以我们可能会用670。对，所以这通常都是看，这已经算是建立很久的一个方法。大家都这样子用。通常就是你的试剂用的都是差不多的话，波长的范围都当然都会在这附近。那这一个细的是什么？就是400，就是我们 Y 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有分黄色法跟蓝色法，就是蓝色是测硒的浓度比较低的样品的时候，那黄色是硒的浓度比较高的样品的时候。所以说，像表水的话，通常硒的含量都比较低，因为生物会去用它，对，去找那些，对，所以我们通常是用蓝色法，我们就会把波长设成812，对，然后当然这边就可以调这个 WL 就是 wavelength， 就可以去调它812，就是等于说它打出波长812奈米的光，然后我们去看它吸收了多少，再反推求浓度，这样，对，这大概就是这样。那这个 read 它现在是负的是 OK 的吗？不是没有 OK， 因为我们现在，因为我们刚才把它架好了，就是我们让它可以透过虹吸，所以等我们真正上样品的时候，我们会做一次空白值，然后就是用这个就是空白值吗？应该是用海水。海水哪边的海水？表层的海水。我想想应该怎么讲好。通常在做硒的时候，我们会做一系列不同浓度的标准品。就是像硒有专门在做标准品的公司，然后会生产一个，经过各种实验室认定说可能它是多少浓度的，然后我们从那个标准品去做稀释，就可以配置成不同浓度的一系列，我们就可以做出一条减量线。所以刚刚那个说，我有听到说你们说有问题的。对，那就是一个标准品。不是有问题，不是标准，有问题是我们的这个，放哪？这个药是为了要跟它反应的药。像这3瓶是测溶氧时候会加的药，
然后这些是测细的时候它才用，只是在我们运送过来的时候就发现这一瓶打开就发现它变色了。哦，它原来不是这个颜色。对，它原来是透明的，所以有问题是这个。当然有问题的话，你测出来就可能反应完全都不是照你想象的进行。对，所以就是这样。那为什么他们都叫溶氧量？说的溶氧？哦，没有，是这些就是像这个，它里面主要就是锰的试剂。这个就是碘离子跟氢氧离子，然后这是硫酸，就是它 R1、R2、R3，它这样子一系列加进去之后，3个都要加。对，3个都要加。哦，可是中间会要停一下。嘿，对，然后就会可以产生。那它就可以用来测的哪一个？氧的话，我们是456，这边没有写。然后这个细的话是400。那加别的东西，不是加那3个？对，细的话是加这4个，然后氧的话是加这3个。那硫化氢？硫化氢我们这次没有测。哦。就是硫化氢通常是要到有热液、海底热液比较旺盛的地方，我们才会去测它的硫化氢。那我们那个泥火山那边，小琉球那边没有，不算热液吧？我那边我不太清楚。对。哦。只是龟山岛那边会比较多。对。我不确定泥火山那边。泥火山跟有点不一样的原理。或许对。就是。这样。哦。然后反正我们明天，这个药之后会回来，所以等明天我正在做的话，你就可以看到它有颜色的变化。好，谢谢了。好，就是大概。他们现在出去了吗？